张先生死了，警察官也死了。收拾干净，穿服。哎，这咋好好的，他那死人了来着？哎，诸位，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。喝酒。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，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，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，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，都坐着。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，面生的很啊。你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 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谷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县城的便宜。 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？哦，哎，
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和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。我恭喜古兄弟，恭喜！王爷到！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，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来去。 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 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馊了，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，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 咱们患难与共吧，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呀，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
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，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，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那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那我想要，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八家合一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；而八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，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
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会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。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会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归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吃馊饭。我去跟他们谈。王爷，草民替河东8家商号禀告王爷，请读谈。独谈，就凭你？草民自然是不配，但不知道谢银子配不配？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，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我们河东8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。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8家乃是100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积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8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银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参上几本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
到时候王爷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哼，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8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成。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，就凭它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8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哼，谅你们也跑不了，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，滚！是。东西收了，把营去山东，1天1道圣旨，老子都烦了。少东家，太尉封赏归古先生来办。就说我不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会觉得我算计他。算计他？他在太尉峰，你在万源荡，你不算计他，算计谁？去，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怎么放出来的？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呢？少爷还年轻，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。交朋友？哼，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。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，这就是打仗，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？是，我再劝劝他。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本来怕您老生气，想晚点再说。这小子联合8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，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横银票2400万两。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，就点头同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去见王爷。王爷都已经走了。蠢材！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，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8家给搞倒了？嗯？那美滋滋的拿张欠条走了。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，我姓他的姓。这谁的主意？听说是姓古那小子去打的。古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心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
又是这个姓古的。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就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儿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赔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打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武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老8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文堂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成教。他怎么了？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？本非池中之物。老爷，您有一双风尘巨眼，您觉得呢？